您可能没注意，中共高层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政变。过去10年，习近平掌握中共最高权力，被外媒封为全面主席，从军权、政权到意识形态一把抓。但现在这座权力金字塔正一点一点崩塌，而且是从他自己人那里开始的。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我是邵峰。2024年4月21号，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在脸书上转发了一篇把习近平比喻成黑帮老大的文章，震撼政界。这不是他第一次针对习近平，他早前还转发过一篇分析川普政府如何对付中共的文章，并配上习2020年疫情时孤身戴口罩坐在武汉的照片。那张照片现在看起来像一场预言，习的权力越来越孤立。何晶是谁？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人，他长期与中共高层政要关系密切。他这种举动被认为是中共内部放风的方式，意味着习近平在党内已不再铁板一块，反对声音越来越难压住。习近平当年靠反腐打天下，把自己扶上绝对权威的位置。中共19大把习思想写入党章，2018年还修宪取消任期限制。外界都以为这人坐稳了，但很快事情开始转向。中美贸易战打得遍体鳞伤，香港反送中运动让中共颜面扫地，疫情3年搞出动态清零又突然解封，搞得经济一落千丈，民怨沸腾。到20大，习家军全面上位，但政绩没跟上，反而让他的权威更尴尬。最关键的是，他身边的委员会帝国开始出现裂缝。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设立了一大堆以他为首的中央级专委会，国安委、深改委、财经委、外事委、对台小组等等，全由他兼任组长或主任。但现在呢，一个个不是销声匿迹，就是悄悄换人当家。像2023年新组建的中央金融委，主任不再是习，而是总理李强。亲北京的南华早报还披露，习本来挂帅的中央网信委实际上已被蔡奇掌控，但中共没对外公布。这种不公开的转移恰恰说明权力正在转手。不止如此，这些委员会多年来习主持的会议次数也明显减少，有的甚至断层。比如中央财经委2020年开了第8次会议，但第7次会议的报道从没出现过，说明什么？不是没开，是内容太敏感，不能公开。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军中的剧烈震荡，从秦刚突然落马开始，到火箭军几乎全军覆没，再到去年军中大管家苗华正式落马。有内部爆料称，苗华供出了超过1300名中共军官，其中就包括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何卫东在3月11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至今消失无踪。4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确认他已被免职，正接受调查。中共军方通报指控苗华、何卫东拉帮结派，搞团伙政治，甚至企图干预中共21大的军队人事布局。这已不只是腐败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军中权斗。评论家普遍认为，这一轮大清洗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导的，对象正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人马。意思很清楚，军队已经不是你的了，主席。别忘了，除了福建系、浙江系、红色老部下，习近平近年还培养出所谓的军工系新势力，这些人背景几乎都与航天、核能、军事工业有关，被港媒封为军工5人帮。这5人分别是刘国中、张国清、袁家军、马兴瑞、李干杰，
全数进入政治局，有的还当上副总理、省委书记。乍看是习的新战略布局，但现在呢？军工系从2023年起被全面倒查，落马名单几乎追不完。原航天科技董事长吴彦生、兵器工业董事长刘石泉、科工集团副总王长青、运载火箭研究院王小军，甚至连工信部长金壮龙、军民融合办副主任雷凡培都失踪。这些人无一不是出自习亲手挑选的体系。李干杰这位清华系学弟也在最近被调往统战部，明显是闲职，等于政治冷冻。军工系已被断根，习近平自己栽培的第四势力也宣告崩盘。就在这个敏感时刻，美国 CIA 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公开发布2支用标准普通话录制的影片，直接喊话中共官员叛逃，提供情报。这不只是情报战，而是一种心理战，挑拨离间，放大不信任，让中共内部人人自危，无人可信。而中共自己也开始频繁使用过去罕见的说法，比如高级黑、低级红来形容落马官员，意思是这些人表面效忠习近平，实则讽刺挖苦他。这代表什么？代表党内已经不是不许质疑习近平，而是越来越多人正在用习的话语反讽他。这种语言战、文化战也象征着习的话语霸权正在崩解。习近平曾说过，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这句话现在听来格外刺耳。他最信任的军头出事了，最亲近的官员被清洗了，原本独掌的委员会权力被转移了。更讽刺的是，对他发动清洗的正是他过去自己提拔的人。今天的习近平看起来还坐在最高位，但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没有人愿意为他承担责任的孤岛领袖。中共内部正在进入离心离德、各怀鬼胎的溃散时刻。这不是他倒台的那一天，但可能是他控制力彻底失效的开始。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